得知福宝喜欢咩咩叫吸引帅哥邻居，女儿奴徐奶爸再也忍不住吃飞醋了。别念了，我出去了。那个禾禾是公的，然后福宝在这边唧唧呜呜的，就是那种羊叫啊或者鸟叫啊。没想到花痴福宝对帅哥这么上头。他只不过是搬到草河河隔壁才1个多月，俩熊就成了两小无猜的好朋友。当福宝在小水池洗澡的时候，草河河直接爬到树上，满脸深情注视着，恨不得搬个梯子和对方玩耍。而小福同学更为主动。或许是因为在韩国没见过同龄小熊，宝贝一言不合就扒墙找大哥哥，俩熊你一句我一句的聊着最近的趣事，一个激动到翻墙越狱，另一个直接爬上树想要面基。只可惜福宝和邻居还是纯粹的好朋友，两小只压根都没往男女朋友那方面去想。据徐奶爸透露，草河河还是小孩子性性，年纪是成年了，但是还没有长大。还是小朋友的感觉，估计这小子会是下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毕竟基地今年安排他去繁育场，本以为草河河能大展拳脚，造娃无数，可对方一点不干正事儿，美熊连看都不看一眼，只是埋头疯狂炫损。虽然俩熊不能修成正果，但这份友谊却给福宝带来了快乐。公主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趴在墙上和大哥哥唠嗑。这小妞成功交友后笑得别提有多开心了。没想到福宝的性格会这么社牛。韩国饲养员之前还在担心孙女语言不通，现在看来江爷爷真的是多虑了。小福不仅在熊友们面前是个义雄，他对两脚兽也是热情的很。宝贝平日里不是整活疯狂宠粉，就是趴到前边转圈圈表达喜悦，放飞自我的福宝脾气也是越来越大。徐奶爸都拿孩子没有办法了。今天早上我逗他的时候，他就有点小脾气，他可能不喜欢听我这儿碎碎念，他就想挠我一下。当然他不是真的想伤我，他只是表示一下，别念了，我出去了。要知道福宝出门上班前，徐奶爸为了不让闺女养成打滚的习惯，都会在内舍反复唠叨着对方。要不要打滚哈？你去吃了睡，不要吃，走啥子跑啥都行，爬树也行。不要打滚，听没？出门前的福猪猪还是满脸乖巧，结果一来到外场就疯狂打滚，故意气奶爸。内心 OS 小徐你谁呀？别叨叨。只不过这小妞是奶爸惯出来的，老徐除了宠着也没别的办法了。听到王奶爸心疼小奇迹没吃过金饲料，才明白他早已把仔仔当儿子宠。回来的时候他就不吃那个我们这边的窝窝头金饲料，因为他们以前没吃过，回来就想尽办法让他吃这个东西，因为含了很多的营养物质。虽然小奇迹在美没吃过这些好东西，但真心护孩子的王奶爸会变着法投喂，不是用果果引诱仔仔，就是偷梁换柱哄好大儿吃下，让苦尽甘来的小家伙体会到家的温暖。在王奶爸的用心投喂下，自从小奇迹回国后，体重一路飙升，记者小姐姐都被她的变化惊呆了。方便问问她现在多重吗？120公斤左右。120公斤，长了不少哈。前几天小奇迹过生日的时候，一向宠孩子的王奶爸直接拿着专业相机，亲自去外场给宝贝拍照片，这满脸的笑容可是发自内心的爱意。其他饲养员不是曝光孩子的黑历史，就是父子俩相爱相杀，可王奶爸就是纯粹的老一辈宠娃，仔仔在他眼中永远都是最完美的孩子。用一个字来形容吧，好。要知道小奇迹刚回国时性格内向，不像福宝这般上蹿下跳的和游客打招呼，总是拿着笋笋在小角落干饭。是王奶爸察觉到好大儿的情绪，他为了养成小奇迹勇敢的性格，直接在孩子身边砸竹子，一步步给宝贝练胆，不再担心受怕。王奶爸的爱远比我们想的还要细心，他深知仔仔不喜欢小鸟，每次出外场都躲得远远的，生怕被捉毛。于是奶爸会在小奇迹上班之前，特意去院子里驱赶小鸟，确认外场安全无误后才将孩子放出。王奶爸还很照顾小奇迹的情绪，无论是正常下班回家，还是去外场加餐，都提前打报告，就连拿的笋笋还是窝窝头也得问问孩子。当王奶爸忙着照顾其他熊猫，来不及24小时守在好大儿身边时，小奇迹的情绪是肉眼可见的低落。奶爸不忍心看到孩子发呆有心事的样子，毫不犹豫地将对方叫回内舍，拿着笋笋窝窝头便招罚哄小奇迹开心。这天原本还积极营业的小奇迹，听到不良游客的尖叫声后，吓得趴在木架上，即便外场下着小雨也不回家。王奶爸看着孩子一动不动的样子，心疼极了，没有强迫对方回内舍，而是站在不远处冒雨守着孩子。他是真的将小奇迹当成自家小孩，就连游客喊一声王奇迹，王奶爸听到新称呼后也得笑开了花。小奇迹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王奶爸，对方用实力弥补孩子在异国他乡的3年。原来于爱的爱是爱因斯坦的爱，合理怀疑他是靠智慧成为2馆长的。这天外场的吊床不小心打结了，游客还没看明白咋回事的时候，爱姐就已经爬上去咬住一根绳子，顺势倒地，直接借助身体的力量把绳子拽下来，原本还缠在一起的吊床恢复原样。这操作直接把现场的粉丝给看呆了。当外公扔给兄妹俩2个大笋后，于爱1秒都不带犹豫的从树上下来，
在超近道冲向美时，这小妞都已经开始大口干饭了。此时的于可还迷迷糊糊的愣在原地，恨铁不成钢的小爱本想提示哥哥，结果对方只想吃白食。然而兄妹俩经过一番打斗后，于爱直接领着于可走到笋笋面前，睁大你的眼睛看看这是啥？难怪外公都忍不住夸奖孙女的小脑瓜。没想到男神一案突破了。最好笑的是兄妹俩排排做干饭时，空有一身武力的于可非要抢妹妹手里的大竹笋，小爱才懒得和臭哥哥打闹闹，转头就去对方的餐桌上再拿一堆，内心 OS 你就可尽抢吧，反正不识数。这小妞还主打一个公平，从来不仗着自己会数数欺负熊宝贝，每次拿到笋笋都要平分。有一次于可拿起最后一根笋笋，小爱当即察觉到不对，直接从哥哥嘴里虎口夺食，光明正大拿走原本属于自己的笋笋。于可还不止一次被妹妹的高智商暴击，这天馆长为兄妹俩带来新丰容，随便打了个结就走人，简直是小瞧了我们足智多谋的爱姐。于爱爬上木架上，小手一拽，就把丰容成功搞垮掉，还挂在绳子上的大刻字可就遭殃了。估计于可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自己当初到底为什么会掉下来。智商超群的爱姐甚至比饲养员还聪明。外公本想收玩具下班，却刚好被宝贝孙女目睹全程，气得于爱直接到门口堵住去路，像是在说放下本馆长命令你放下。眼见对方迟迟不肯妥协，小爱一气之下直接动手抢走楼梯。后续是外公将玩具收走了，宝贝看到家里被搬空后瞬间抑郁，回个家都得摔门表示不满。别看爱姐脾气大不好惹，可她在关键时刻也是很暖心的。当妈妈不小心从木架上掉落时，宝贝直接冲上去接住。一旁的于可看到妹妹的操作都愣了，而这小子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会被妹妹格外关照。小爱看到哥哥没来陪自己干饭后，宁愿扒拉着地上的笋皮，也要将唯一剩下的笋笋留给哥哥。宝贝叼到于可面前，看到对方大快朵颐的样子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就问聪明又暖心的小熊，谁能不爱呢？恭喜春师傅凭实力喜提单肩，香妹妹再也不用挨打了。近日，杭州动物园突然发布公告表示，春生香果两小只正式入住后，因为打闹活动太过频繁，容易误伤对方，为避免意外伤害，决定将它们分开饲养。这下香果妹妹简直要喜极而泣，说是打闹，其实更多是春师傅单方面榨果汁。两熊来到杭州的第一天，春生和香果就因为打架直接上了热门，并且臭直男春生毫不手下留情，不仅耍流氓咬香妹妹的屁股，曾一度打得香果趴在水池边硬了，就连上下班也被两熊整出了早晚高峰，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双雄傍地走，谁让谁是狗。正因如此，两熊分开后的第一天，香妹妹在房间里开心的嘎嘎炫嘴，再也不用担心随时会挨上一大鼻涕。而失去丰容香果的春师傅则一脸惆怅地趴在木架上一摸，看到这一幕不禁感叹天道好轮回。广大网友也纷纷表示赞同园方的做法，毕竟两小只的熊身安全最重要，别说打闹容易误伤对方，就连看打架的都会不小心摔骨折。当年袁小脱毛裤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，更有网友表示别说关一块容易误伤，就连分开耳朵都能成扳手。直到现在当事人阿宝的耳朵毛还没恢复完整，看来两小只分开居住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在成都时，倒霉催的香果就被春生欺负，你一拳我一掌，打得不亦乐乎。虽然当时的香妹妹也是打不过春生，但好歹还有蛋烘糕和热干面分担伤害。趁着三熊打闹没空理会自己的时候，香果妹妹长舒一口气，赶紧去奥氏挖煤分公司上班，争取多赚点钱，雇几个猛熊保镖，24小时贴身保护自己。结果钱还没赚够，香妹妹就迎来了晴天霹雳，自己要和春师傅一起到杭州打工了。两熊来杭州前，奶妈还千叮咛万嘱咐，告诉春生照顾好自己，千万不要打妹妹。然而左耳听右耳冒的春师傅只记住了打妹妹，不能揉面打糕的他只能卯足劲的榨果汁。春生这小子还真是凭实力单身，深感绝望的香妹妹也曾试图反抗，奈何春生不仅实力强大，还精通孙子兵法，懂得先占领制高点，然后施行强有力的打击。好在园方及时出手把两熊分开，要不然香妹妹就要被那小子打抑郁。不过园方表示两小只会有互动的机会，只希望春生在这段时间好好反省自己，未来在见面时对香妹妹温柔一些，要不然春师傅就真的只能孤独终老了。再苦不能苦自己，再甜不能甜孩子。成大带娃究竟有多敷衍？这天奶爸喊成大让他抱成猴，虽然回应的很大声，但他压根不想带娃，磨磨唧唧舔着肚皮试图蒙混过关。最终成大架不住奶爸的一再呼唤，只能转过身子用幽怨的小眼神瞅了一眼，然后咬着熊孩子的头皮把他抱进怀里。看见奶爸起身离开，准备去忙别的工作，成大便装模作样的舔舐着仔仔，仿佛在说奶爸放心，熊家一定会好好照顾的。结果听到门被关上的响声后，成大猛松口气，直接放开抱着成风的手，任由熊孩子懵懂的坐在地上也不去管。不得不说成大有点母爱，但的确不多。起初成大还尽职尽责给熊孩子喂奶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有些累了，于是成大内心开始打起了小九九。只见他装作舔毛猫，碎碎瞟了一眼外面，看到奶妈不在后，直接躺倒在了地上，怀里的仔仔吃不到奶不停扒拉着，而成大干脆直接把宝宝当成了垫脚枕头。
任由仔仔如何挣扎也丝毫不搭理。奶妈担心程大不认真带娃，就在一旁守着。程大装作慈母，把仔仔抱在怀里哄睡觉，心想这个女人的气势也太凶了。熊家带娃明明兢兢业业，丝毫不敢放松，而程大完全没有注意到怀里的宝宝抱反了。也许在程大心中，仔仔只是交换果果的货币。这天，熊猫宝宝正躺在地上呼呼大睡，而程大惊觉地竖起耳朵，听到了开门声。只见他火速提溜起仔仔，然后抱在怀里。下一秒，奶妈就抵达了现场，但对方并没有注意到程大这短暂的母爱，还给了他一个小苹果，随后抱走了仔仔。程大美滋滋吃着，心想好险好险，差一点就被逮到了。不过有时他也会被奶妈套路。这天，两位饲养员联手上演一场声东击西，一名奶妈负责在一边用盆盆奶诱惑程大，另一名奶妈则守在熊猫幼崽身侧伺机而动。果然，程大满心满眼都是盆盆奶，立马抛下了孩子。结果刚喝了一口，奶妈就把熊猫宝宝捞到怀里。另一名饲养员见状，直接把盆盆奶撤走了。主打一个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。程大一脸懵地看着两人，回头才发现仔仔不见了，气得程大哼哼两脚兽，不讲武德搞偷袭。网友们还知道程大其他带娃名场面吗？盘点段正勇家的大胖闺女们，不仅长相肥美，还各有各的出圈方式。第一位梅兰肉姐对外宣称体重299.99斤，每天不是在干饭就是在去干饭的路上。因为肉姐酷爱吃南瓜，还得了个南瓜公主的外号。每次一有风吹草动，就会把南瓜藏在怀里，眼珠子滴溜溜的转，生怕有人来抢。有时贪吃的肉连睡觉都不踏实，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扒开小伙伴骄傲的嘴，凑上去闻闻对方有没有背着自己偷吃东西。第二位就是敢在肉姐手上抢饭的奇艺，当初仗着年龄小冲上去抢了肉的小苹果，结果回到寝室后被对方好一顿暴揍。也许是被肉姐揍怕了，奇艺最喜欢抱饲养员的大腿，并且需要着重强调的是，人家其实是女孩子。第三位则是斧头山第一大胖妞囡囡，体重最低299.99斤，高则没有上限，还因此获得了自己的专属歌曲听囡。也许是体型太过肥美，囡囡的战斗力略显逊色。不过聪明的囡姐会在晚上夜深雄静的时候搞偷袭。有次雅一抢她的果果吃，气得囡囡半夜偷偷溜进对方的寝室，趁着雅一睡着，直接从床底钻出来射死连环，揍得对方脑瓜子嗡嗡的。囡囡秉承着揍完就跑路的原则，刚准备离开，突然看到了躺在地上呼呼大睡的星宇，想到白天这小子没帮自己抢回果果，便气呼呼的冲上去给了他一口。第四位则是吃播一姐小新，左手胡萝卜，右手南瓜，一口一个卡崩香，只要世界不毁灭，宇宙不爆炸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阻止不了他干饭的心。然而正所谓吃的多拉的就多，别的小熊都是拉青团，可到了小新这里直接拉出来一条青蛇。第五位则是潦草小狗圆润，与前几位爱干饭的姐姐不同，圆润从小就有极强的创业精神，还和淼淼、奥利奥创建了奥氏挖煤集团。但由于小时候的圆润头和身体各整个的，并且在挖煤过程中将自己整得浑身黄不拉几，因此圆润被网友们调侃为潦草小狗。第六位是圆润的好闺蜜淼淼，同时也是谭爷爷心尖尖上的闺女，所以还被网友称为谭新淼。只不过早年和圆润、奥利奥开公司的时候，淼淼经常把自己搞得像被炮轰过一样。谭爷爷见到后太阳穴止不住的跳，表示没眼看，根本没眼看，只能。第七位则是广州动物园唯一指定靓女雅一，她是只比三太子萌兰还顺奴的大熊猫，最擅长空中瑜伽、旋转、跳跃、闭着眼。偶尔被哄开心了，会原地召开粉丝见面会，并且从最边缘开始打招呼，主打一个雨露均沾。不得不说，勇勇的闺女真是各有各的特色。